然后再来，这个跟父母拿钱买房子，还有一个效果，就是不然爸妈的钱是怎样？不然爸妈的钱，那些老人的钱是怎样？那是诈骗的肥肉你知道他等着被诈骗哦，你不如把他钱都借光光，然后都放在房子里面，变相保护他的财产。那要用钱就给你拿，要孝亲费或者干嘛，这才理想吧？你看看多少这个，台湾现在一个月会被骗掉多少钱？最高就一个月骗掉100亿啊！这不都是那些老人退休的资本吗？就这样被骗走了。那身为儿女，不如换个角度想，借钱借一借，然后就把它埋在房子里，搞得他身上没有钱可以被骗，这是不是也是这种做法？我是推崇这个做法，因为你在做的是房子。你要是今天就举手跟你爸妈讲，我差80万，他说你要干嘛？我看上一只股票超厉害，滚出去，对不对？我差80万，你要干嘛？我要做一个虚拟货币的投资。我跟你讲，Trump 他上任以后，他发了一个叫川普币，怎样，他不敢接。该硬冲上车吗？头期款不够能用信贷凑吗？我有2个更好的建议。先说结论，你不要搞什么用信贷，然后什么保单借款之类的，然后去填那个头期款，你不如用时间差战术来帮你换到房子。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什么是连开案，那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说，该硬冲上车吗？那这次我们来聊一个 Dcard 上的留言，一个问题，标题我念一下。问题：我该垫脚尖买房吗？内容是这样，就是这个原 po 他看到一个喜欢的房子，然后算了一下，就算屋主便宜给他，他还是需要用到全部的存款、股票、定存。然后还差80万，他这80万想去跟银行借80万的信贷来买房子，这样，所以他问了2个问题：第一个，该不该冲一波？第二个，有办法在签约前就知道自己可以贷多少吗？那先说结论，我建议这个员工先不要冲，因为他可能会把自己冲到爆掉，因为你是用信贷，对不对？这东西就是说大家不太理解的地方，也不能说不理解啊，就是谁没事要买房子或是相关产业的人，就是说。你信贷这个东西，你信贷出来影响到你收支比，你信贷也是要还的那银行贷款给你也要看收支比它会用到你同一个那个收入能力的评估，所以你想的是80万来凑这个钱，那可能反而会让你自己的贷款贷不下来，或是成数变低。再来是这个钱的用途不对，你是信用贷款，结果你拿来当做头期款这样，以前我说真的，大家都乱搞，这样都没事。那以现在来说，会变成那个就会被追就对了。信贷现在不能拿来凑头期款，这是钱的科目的问题。因为信用贷款是消费性贷款嘛，那现在就是严查金流嘛，到时候被抓到那个钱，银行会叫你吐出来。那如果你先去申请信贷，还会遇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收支比、收入负债比。负债比是说你的债务总额跟你收入总额的比例，反正就是看说。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然后现在的房贷多少钱啊？那你负不负担得起？你都负担得了，你还有没有钱吃饭生活？这样不能全部用完。那各个银行有各个银行评估的方式，我甚至听过说，你留15000就好，其他都可以来当成缴房贷。那你其他的部分越大，就代表你可以扛的贷款的金额越高嘛，不就这样？那我还听过说用75%去估你就是收入最多是75%。那如果是家庭收入的话，家庭收入的话就至多只能50%各种版本我都听过。对，那反正收支比是确定的事情，你不能说你一个月收入5万块，然后你贷款光房贷你就要还7万块嘛，不可以啊，所以这个贷款会下不来，除非你要加担保品，你要加保人之类的。那你先以这个问题里头，他先去申请一笔信贷，这个收支比就先被扣了呢。那他的房贷要怎么再整笔下来，很难所以很可能他本来可以申请80%的房贷，结果因为先跑了信贷，然后最后下来变60%，这很可能会发生因为收支比。所以你要知道哪一些钱不能拿来当头期款。那我们先讲挪来能够直接当头期款的钱有哪一些。首先当然你自己的存款股票基金这种投资的钱，再来就是你跟亲朋好友借的钱，你爸妈帮你付的头期款之类的，还有保单借款，这也是很多人会用保单借款，但他能借出来的钱通常不多，就是用自己以前或爸爸妈妈以前帮你保了保单，向保险公司借钱。那这个保单借款能不能拿来补头期款？不一定，每间银行规定不一样。那央行现在是封锁定存借款买钱，定存借款。有些银行是连保单借款都禁止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各个银行规则不一样，你就问清楚就好。
那我建议你就算可以去借，你也不要去借，因为一弄不好就影响到你原本的保险的权益。那再来是不能够用的钱，你最好不要去摸。那你摸了也不能让这个钱跑到房子里面去。来，第一个，信用卡预借现金也借不到多少钱啊，对啊，那这个东西也会被归类在信贷里头，信用的贷款里头，这个东西也不能流到房地产里。那第二个是政府补助款。政府提供或支持贷款方案，如青创贷款啊，有明确的用途规范，你不能够就看怎样乾坤大挪移，安诺都安诺，然后把它拿来炒房。你看这个新闻，这个标题我念一下，就是说他贷款做冷冻柜，他当初申请是说他买设备，不是买冰箱，是冷柜，那个我们叫洞口，就是说人都可以走进去的那种冰箱。OK， 好，那我们叫洞口啊，那都很贵嘛。他当初贷款是说要买这个，结果他没买，他把钱拿去买房子，被查到就被追回款项，还要罚钱。你看，这个就是说明确用途的钱，你还拐个弯，你想说跑去炒房，然后想说都不会被抓，这样他就被抓，还上新闻，全台湾都知道这个原本的冷柜，通现在都变成房子，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蒙混过关嘛，蒙混不了啊，现在就是被抓了，吐回去再加财罚。好，来第三个转增贷，以现在来说就不用想了，先严查金流。我特别强调以现代来说，是因为以前真的没在管，就可以这样搞。那现在通通都不行了，严查金流这条路已经被封死了。你要转增贷，然后把转增贷的钱看怎么漂白过水，好，这个都网络都很多人在教嘛，不建议了。我自己的会员影片有一支叫挂式大法，我也讲这件事情，不建议了。然后反正就转增贷的钱，你就不要进房地产，这样就对了。那最后你要知道，如果钱不够，那你还想买，你该怎么办？我们最后还是来讨论一下，如果你没钱，还是很想要上车，或是你是遇到你的刚需嘛，比方说你要结婚要干嘛，那应该怎么办？我们再看一次这张图，你看哦，他发文的时间是2024年12月30号，也就是我说的房地产市场最冷的时候，因为第7波信用管制之后，然后过年前，什么事情都叫过年后再说，对不对？结果他现在还在那个时间点还拿出来 po， 那还是有人想要买。我未看现在这个就是属于有刚需的人，那不然一般的投资客，大概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去买，一般的自住刚需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去买房子嘛。对啊，你什么都是过年后再说才对啊。那我们也来聊一下他怎么样做才会比较有机会买到他自己喜欢的房子。那我自己想想，我是有2个建议给他啦。第一个，他去看预售，不然呢？那现在房市正在淡，预售市场真的是很冷。如果他去看预售的市场的案子，虽然不会给他什么便宜，可是他会凹到很多东西，有的没的。那我现在听到就是说预售价格不变，但全屋家具，那什么30万家电提货券之类的，都有听到人家在讨论的。反正就是预售现在就是这样，我要我的房价账面数字没有掉，可是我可以送你东西，让你凹这样。那预售就可以解掉他的燃眉之急啊，叫做优付嘛，对不对？怕就怕在他是刚需啊，什么他一买装潢完之后，2025年的可能第2季他就要住进去，不然的话预售真的是很适合这种子弹不够的年轻人。第一间房子大概买预售没什么问题啦，建商就是这样子来设计的啊。你有新青安可以上车，新青安要看哦，就是要的话就直接快要交屋的预售，不然的话新青安现在的传言是会停办嘛，然后同时大家也在赌嘛，2027年的下半年可能会出台新青安的 Plus 版本嘛，不然2028总统不好选之类啊，都有人在讲。我要表达的事情是你钱不够，你去看预售。这件事情不是我在呼吁，还是我在建议，而是市场的共识本来就是这样。现在大家都是这样，钱不够反而会去看预售新房子。为什么？因为它有优付，那介绍让你优付，降低头期款的压力。好，那如果他不是自住刚需，他要上车，钱不够，那应该怎么办？他可以拐个弯哦，比方说先买其他县市的房子，比如说中南部。对，就是不考虑自住的话，他可以先买中南部的房子，抓5年，然后等房地产的涨幅起来了以后，那把它卖掉，卖掉之后回他要的台北、新北、新竹去买，这样就好了。讲起来很邪恶，对不对？但我会说这就合法，对啊，就是合法，这不到炒房啊，它什么东西都是合理又合法，政府又没有规定说台北的人不能买高雄的房子，对不对？那买了高雄的房子之后，我们也没有在短期炒作，然后炒一炒之后抬高房价把它卖掉，并没有。而且你看现在是房地产在冷的时候你去买房子，这会被叫投资客嘛？这会被叫盘子白痴而已吧？对，所以看时机啦，看市场的冷热程度啦。如果他只是要膨胀头期款，
真的可以采取这个方式。台南、高雄先放一间，他看好台南就买台南嘛，看好高雄就买高雄啊，都可以了。然后用其他县市的涨幅，中南部的涨幅是这样，那个幅度、那个速度都是大于台北市的，一定嘛，因为台北市太贵了，而且中南部大概也都是台北的钱流出来买的不是我在呼吁建议这件事，这件事情现在就是一个进行式，你知道，超多。你在路上你去问高雄的代销，你去问高雄的房仲，台北人来买高雄的多不多？超级之多。毕竟高雄人就是小时候这里的房价不是这样吗？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他买不下，他还犹豫。可是台北人下来买，他们台北人手骨就抽他就说：“哎呦，怎么那么便宜？真的假的？不然去买来看看好了。”原本打算买一间自产一间，一看那个价格不然一次买2间好了。这种情形所在都有。那这2个选择应该要怎么选？其实在我看来都差不多，因为他现在去买预售，大概也要等3-5年嘛，除非他买快交屋的。快交屋也不合理，因为他现在就是卡80万的头期款跟那些买卖规费，所以他买快交屋也很奇怪。应该要买的是那种远期交屋的房子，他才来得及去凑他的头期款。假设他就跑来高雄买中古一趟也是5年，时间上差不多，操作上还比较弹性。那个高雄的房子就没有中部或北部那么贵，然后因为房地合一 2.0 嘛，就也没说你不能卖，只是说你到5年第6年开始你的税基才会降成 2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放5年左右。我会说有2条路都可以走，他去买预售或是先买外县市都可以走。那如果我是他的话，我选第2条，就外县市的中古因为中古吃得到那个补涨嘛，补涨快的，补涨说跳就跳了。那预售就是你买下去就定案了。然后在交屋的时候还要预售开一次盲盒，我现在听到有人的讨论是说就房间的梁跟柱，那真的是惊喜盲盒，一开你也不知道梁在哪柱在哪。你在看那个建商代销给你的大张的格局图的时候，它柱会画出来条对不对？柱就是那个你房间缺一角然后涂黑黑，好，那个就是柱。梁嘞，梁你叫他画给你，我跟你讲代销都不知道，代销自己不知道，他们就接这个案子他们也不知道。你真的要知道梁的位置怎么跑，还有管线的位置怎么跑，那可能都还要调到什么墨线图之类的，那个不是在负责销售的代销他会去准备会去背的功课，这跟那个专业无关啊。上头的意思是你们卖就对了真的有客人问出那个你回答不了问题来跟专案讲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功课只要有一个人做就好，很多那个你看不到梁，一打开都是惊喜，尤其是现在的预售屋的成户交屋以后，那个管子乱串成那样，变成你必定要包天花板。那有的管线或梁柱串的程度变成说，哇，你一包天花板就极低，那你不包又不行，你想要全部涂白的反正我要出也不行，因为看起来实在太诡异了，很麻烦。这就是预售屋交屋的盲盒。那最好的情况叫安全下装嘛，安全下装就是你的交屋弄 wholesale 也没什么问题，这通常就要出现在大的品牌建商才会有办法，你小建商很难，真的很难你的营造就跑单的就很难去管控就对了。那大建商反而可以，当然我也知道你要讲什么保家保咔咔之类的，但你不可否认人家就是保家漏水是有多漏，人家盖的房子那这样盖下好几万户了，然后再漏是好几千户在漏嘛，并没有所以我不会说那种知名大建商怎样，大建商他的本事在哪里？他的本事在即使有瑕疵你还是交屋了，对你还是交屋了，你还不是 OK， 所以大建商没有不好。运气不好的状况会怎么样我就不讲了。预售屋交屋运气不好，遇到一大堆狗屁倒灶的事情，通通都有，网络上一堆，你可以自己去查。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
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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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好，来讲八卦讲八卦。以这个问题来说，我提另一个角度的思考，你参考看看，就是他不是前后差80万嘛，对不对？然后想要去信贷，我会说这笔钱跟爸妈借，对，就用借的，然后跟爸妈借或兄弟姐妹借，就这样了啦。不然怎样？我不是说跟爸妈借不用还还是怎样，而是说你跟爸妈借这种钱是安全的钱是个很安全的钱，至少比信贷还安全嘛。你爸妈不太会跟你算利息嘛，那如果有算利息也很合理嘛。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你到时候没有如期还款，你爸妈会拿你怎样嘛？应该不会吧？对，好，你去借这种钱，对你而言是安全的钱，对你爸妈而言呢，他取得的效果是什么？这我囝去买厝我借他钱，这很合理吧？这超合理的吧？这时候就不要扯什么面子问题，有的没的。你想上车，你是房地产，能上车正是比较重要。父母都是很愿意，如果有能力可以资助这个自己的子女去买房，都是很愿意资助的好了，这一样不要拿特例来看同理。你就说我爸妈就不行，我爸妈就怎样，那是你家的状况。真的，你访问1000对大学生或毕业工作几年了，他们要买房子跟爸妈要一点，现在是要80万呢。现在不是要个300-500万，要80万，你看这1000对年轻小夫妻里头，多少组的爸妈会绝对打死不出？不会有吗？绝大部分要买房子可以，不都这样吗？老人家还是喜欢那个去买房子，当然他就会出一点意见那他是跟，但不重要，那就看你怎么去谈判，怎么去斡旋，把这件事情戳掉，先上车再说。你买房子这件事情在父母的眼中已经是真的是个 OK 的东西了，然后之后再看怎么慢慢还给父母钱，大概就是这样，比方说提高孝亲费或者怎么样，而不是说你自己憋得要死，然后快挂，然后明明就爸妈要是知道他就会借你钱，你说怎么借？基本上也不叫借吧，他也不会给你立借据或是怎么样他说备章刚好高100。然后就给你了，让你去度这个难关，你就不要再卡什么面子问题这真的不重要。自己家里的人回家哭一哭就没事的事情，你还搞到要去信贷，还要搞到跟朋友借打借据，
你要搞到这样子，被你爸妈知道，你爸妈都不同意你这样子做，对不对？我现在讲是大多数的情况，一样我知道，因为我会员里面就有，就那个跟爸妈好像有仇的那个我们就不谈，那你就没有这个爸妈可以用，那或是你另一半的爸妈，今天是买房子这件事情，只要稍稍有看房地产，他不用研究，他不用专业，他都知道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跟他们年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买房子会需要长辈的帮助，这件事情叫非常合理。还有人会不同意的那种长辈，我们就不要理他。那种长辈就是显然看不懂情况的长辈，那你还跟他讨论，那你还跟他借钱，你就不要去跟这种搞不清楚状况的长辈借钱嘛。看得清楚、搞得清楚的，去问一下附近的房，干怎么现在变成他年轻才买多少，现在变成这样年轻人是要怎么买？终于他自己的儿子女儿，他自己的女婿，那现在遇到金钱上有点问题困难，他是要买房子我说真的，你现在做为人父母，你的小孩成长到假设就是2025，他需要买房，他差80万，你会不会借他？我当然要借他，不然嘞我不借他，你是要他怎样？他不买，我跟你讲，他要是想买，跑去乱搞，到时候大家一起来收更麻烦的烂摊子，对不对？所以不用了，你这种是房地产买房子的事情，家里提出来讨论，那是个明理的父母都知道，他看得懂嘛？现在这个房价，你的小孩子是要怎么办？现在只差80，真的假的？那80之后你是不是要吃土了不然就100、120你拿去用，这样子还是一个合理的情况。一样，不要再拿那个特例来讲同理了。我相信我的观众都是明理的人。那如果你的儿子女儿现在长大到要买房子缺80万，你也会给他他去外面接，还不是到时候回来你要擦屁股？对，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这个。然后再来，这个跟父母拿钱买房子还有一个效果，就是不然爸妈的钱是怎样？不然爸妈的钱，那些老人的钱是怎样？那是诈骗的肥肉你知道他等着被诈骗你不如把他钱都借光光，然后都放在房子里面，变相保护他的财产。那要用钱就给你拿，要孝亲费或者干嘛，这才理想吧？你看看多少这个台湾现在一个月会被骗掉多少钱？最高就一个月骗掉100亿这不都是那些老人退休的资本吗？就这样被骗走了。那身为儿女，不如换个角度想，借钱借一借，然后就把它买在房子里，搞得他身上没有钱可以被骗，这是不是也是这种做法？我是推崇这个做法，因为你在做的是房子。你要是今天就举手跟你爸妈讲，我差80万，他说你要干嘛？我看上一只股票超厉害，滚出去，对不对？我差80万，你要干嘛？我要做一个虚拟货币的投资。我跟你讲，Trump他上任以后，他发了一个叫川普币，怎样，他不敢接。我差80万，你要干嘛？我要买房子，我这样我的基金保险我都算完了，我还差80万。那个父母只会说不然你那个基金保险，尤其是保险，你都先不要动你不要动的话，你差多少？那大概差95那100、150拿去。就会变成这样。今天是买房子这件事情，这个是留在华人血液里的，有土斯有财，这就应该共襄盛举，就会变成共襄盛举。哪有那边刁的你买那盘子，你跟他买那个价钱我不借你钱，我就是不让你买，应该不会有这种父母吧？以现在的房子，你自己看看，你转头看看你的小孩，你觉得他很厉害吗？你觉得他未来赚很多吗？对啊，所以未来他们买房子更痛苦。我们现在不帮他们买起来，或是不累积未来帮助他们的资本的话，你知道他怎么办？一辈子去做财团的奴隶，这也不对啊。所以说买房子这件事情，跟家里人开口大声讲出来，这没有差。你是要买房子呢，按照房价以后会跌我就要结婚，我就要刚需我就要住房子跌了就认了不然怎么办？就这样，只要是跟房子扯上关系，跟家里人大胆开口，总是比你去外面跟朋友借、跟老板借、跟公司借、跟那些民间阿里不达的借还要理想吧？参考看看。